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拍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二。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2470人，确诊人数是219609人，死亡率是10.23%。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1403人，确诊人数是398238人，死亡率是7.89%。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28291人，确诊人数是2649749人，死亡率是4.84%，越来越低哈。恐惧指数31.78，一个很好的范围。油呢是39块3毛4美元一桶，黄金是1787美元一盎司。那么小麦和糙米的价格呢，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变化。那么牛肉和瘦肉猪的价格呢也是比较稳定。那么今天呢，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09分兑1美元。那么已经在美国大范围使用并且迅速降低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瑞德西韦，即将呢他们要结束免费期了。那么吉利德科学公司呢今天披露了瑞德西韦的详细定价，准备从7月份开始收费了。那么费用高低呢，将会取决于疗程的时间以及患者是不是拥有私人保险。在美国，瑞德西韦的政府指导价是390美元一剂，最短的治疗过程呢是2340美元，最长的治疗过程是4290美元。至于治疗的费用呢，你拥有保险的则由保险公司报销，没有保险的是由政府出资，个人呢是不需要掏钱的。我们知道吉利德它一直免费提供瑞德西韦。那么自从5月份被授权紧急使用以来呢，吉利德一直是无偿提供瑞德西韦给美国的各大医院。那么吉利德呢，从研发到生产瑞德西韦耗时超过了6年，他们已经花费超过了10亿美元。那根据了公司的计划呢，从7月份开始对吉利德进行收费。那么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呢，采取不同的价格。那么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呢，政府的指导价呢就是390美元一剂。根据目前的治疗手段呢，患者在第一天输注2剂瑞德西韦，此后每天输1剂，最短的疗程是5天，最长的疗程是10天。目前呢，有90%到95%的患者呢接受为期5天的治疗即可痊愈。就绝大多数的患者呢，他们预计在5天的疗程中呢，使用6剂瑞德西韦，预计花费呢是2340美元。那么按照美国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 在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得出的研究结果，那么瑞德西韦呢，将新冠肺炎患者平均恢复时间呢缩短了4天。这意味着在美国每位患者可以节约1.2万美元的住院费用。那么死亡人数下降呢，瑞德西韦呢就大产神威。目前呢，我们知道美国的确诊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60万人，高居全世界第一。但是死亡人数呢已经从高峰期的每天几千人死亡降到了低于500人，并且长期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主要的就得益于这个瑞德西韦的使用。那么自从瑞德西韦获得授权使用以后呢，美国呢他们在临床治疗方面呢，大多数使用的药物呢都是瑞德西韦，它的确可以降低重症和死亡的几率。此外，辅助医生自创的叫做俯卧疗法等治疗手段呢，挽救了大多数患者的性命。吉利德公司呢，他也表示说他说已经在这个加速生产瑞德西韦了，目前已经生产了至少在9月份之前就能满足供应的药剂。那么无偿授权发展中国家生产瑞德西韦，那么这个吉利德公司呢，他在一份这个声明中曾经说过他说我们决定把瑞德西韦的定价呢设置呢要远远低过一个价钱，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呢，让这个发展中国家呢可以享受到，但是我们要为发达国家制定了390美元的价格。那么在全球的人类社会和经济都遭受如此重大冲击时候呢，那么吉利德公司说他们认为将瑞德西韦价格定制在远低于价值之下是正确而负责的做法。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吉利德此前呢，他已经和9家仿制药企业签订了瑞德西韦的自愿授权的协议。那么印度的仿制药业，他们叫做 Hatro Labs 和这个在 Cipla 2家仿制药业呢，在本月就公布了瑞德西韦的仿制药的定价。他们两者的价格呢，就是分别是5000到6000卢比，大概是65到78美元和3000到4000卢比，差不多是39到42美元的价格。他们推出了仿制药。那么按照治疗指南呢，患者呢使用5次的价格呢，最低呢可以只达到195美元。
那么今天知道啊，印度政府他强调说根据印度的这个信息技术法第69A 条以及2009年的信息技术阻止公众获取信息的程序和保障措施规则中的相关规定，考虑到了威胁的突发性，他们决定封杀中国的59个应用程序，因为根据现有信息的话，这些程序包括了抖音，有损于印度的主权和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啊，对于印度来说，今天整个印度全国都刷屏。那么我们知道纽约市重开经济，那目前呢进行到第2阶段的开放，在疫情之下呢，不幸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餐饮行业呢，已经允许开放户外用餐了，这不错啊。但是重开之后呢，却效果不如想象的好，反而更多的难题出来了。那么目前为止，只有1/3的餐饮业的员工重回岗位。那么根据美国的劳工局统计呢，5月份的纽约市的总体失业率呢上升到了18.3%，那么其中由于亚裔的这个失业率上升最快，从2月份的3.4%跃升到5月份的25.6%。有一大部分都是餐饮业和服务业，因为餐饮业呢是多数华人在美国求生存的产业。在纽约市暂停令期间呢，我们知道这个餐饮业至少减少了23.4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纽约市只有10.5万名餐饮工作人员还在工作，那么这个数字竟然是近30天来的最低。那么重开以后呢，很多的华人餐馆的老板呢，他们开始以后呢，他们发现经营更加困难，为什么呢？第一，那么顾客餐饮习惯变了宅家令呢，让多数人被迫是自己在家里开火，即使是那个疫情过了以后呢，他们已经习惯自己煮了，所以呢，一方面健康，一方面比较安全。那么第二呢，它的营业成本太高了，那么营业成本大幅度提高，原材料上涨，运货成本提高，卫生安全需要符合标准，员工需要防护装备，这些都产生了额外的费用。那么第三呢，单靠外订的这个外卖送餐呢，很难经营。传统餐馆呢，它被迫转向了外卖，但是呢，外卖大部分都依赖第三方平台，就是顾客需要额外付出外送的费用，而餐馆呢也要付给第三方平台20%到25%的服务费。那么餐馆难经营的情况下，员工的工作机会呢就渺茫了。有一大部分的餐馆呢还没撑到复工呢就已经倒闭了，好不容易撑起来的店家呢，又面临着种种经营和经济上的困难。与此同时呢，这个员工呢有机会回到工作岗位，那么却又担心感染这个病毒，这种不安定的情况呢，到底要持续多久呢？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次因应这些经济衰退的做法呢，和全球金融海啸的时间截然不同。它不单只对金融业纾困，而且直接发钱给民众，尤其是额外失业的给每人每周$600，以弥补失业者所有的损失。不过呢，问题就在于当前美国经济活动全面开封以后呢，民众是不是一定就会把这些现金给花掉？那根据这个宾州大学教授希格尔特肯定看法说预料未来的几个月消费支出将会激增，并带动了2021年的经济成长和通货膨胀。但是有人和他看法相反，那么大多数的是重视货币数量的货币学派学者，他们预期明年美国将会出现这个支出热潮，而且呢见到了20多年来没见到的通膨压力。那更多的经济学者呢，他们担心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很多的民众呢被失业率急升吓坏了，因此即使在疫情退潮以后呢，民众还是偏向于储存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反而封杀了复苏之路。那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个消费者他不会重新打开荷包。那么如果储蓄率呢，美国突然出现了上涨的情况下，如果居高不下，就会伤害这个经济。美国的4月份它的储蓄率飙高到了32.2%，创了历史新高。5月份降低到了23.2%呢，还是属于超高的水准。那么目前政府对失业劳工的补助措施呢，将会在7月底结束了。那么到时候这部分福利至少将部分缩水，民众可能又要开始增加储蓄。所以至于通货膨胀呢，他们认为即使通货膨胀升高，也只是暂时现象，因为通膨升高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变，而目前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再者了，那么如果疫情频频出现阶梯性的升高呢，也可能改变消费者长期的行为模式。就是说，疫情结束了美国家庭的消费信心呢还是偏低，从而增加了预防性的储蓄，那么拖累经济的复苏步伐。那么多项民调现在为止都发现这个加上政治盟友频频的警告川普，让川普总统不得不承认呢，连任恐怕呢就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犹如探囊取物。川普现在已经知道了，自己正在一点一滴的输掉2020年大选。多位的川普身边的人士已经透露了，川普私下已经看到残酷的现实，因为一份又一份的民意报告显示结果都是他位居下风。如今就连他对他一路相挺的政治盟友也对川普直言说，他小心
可能没办法成为连任的总统。过去这段时间啊，堪称是川普上台以来最险峻的这个时刻。川普对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全国种族的冲突动乱的回应，都引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声不断。受到疫情的影响呢，那么川普的选举活动呢，他从3月以来呢就宣告暂停。他上个周末呢，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造势大会呢，雷声大雨点小，参加的人数远低于预期。那体育馆座位出现大量空缺，让川普非常难堪。那么根据这个 Fox 的主播那 Hannity 上周专访川普啊，他问过非常简单的对于第2任内有什么目标的题目给川普，但是川普呢却连一个目标都没讲，他只是拉拉杂杂东拉西扯。那么向来喜欢自我吹捧的川普，言谈之中已经透露出了自己可能会输掉选举，这可能是哀兵之计啊，千万小心啊！川普又发招了。川普说拜登会当上总统，因为有些民众不喜欢我。报道是说这段访问播出以后的几个小时呢，川普呢核心幕僚便议论纷纷，揣测了川普是不是有心真的要去连任。多位接近川普的消息人士说，川普连任选举选战打得毫无方向，候选人自己则心不在焉，动辄出错，仿佛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现在这情况目前公测看来川普呢如果当选的话，也可能会创下美国现代史上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当中选举人票得票成绩最差的记录。那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还是一个政治素人，这是他能够当选的优势，原来也是他执政的最大缺点，因为他几乎没有政治手腕和政治资本，因此会有太多的把柄，就所谓的通俄门通乌门在政治对手的手上加以进行政治反对宣传。那么疫情和这次的 BLM 的应对，其实也是川普缺乏政治经验的结果。Fox 昨天确实有个文章我看到了他说挺好，他说这次2020年的大选呢，其实已经超脱了到底是选川普还是选拜登，而是选择仇恨。而最近的民调里面其实也显示了选择拜登的人呢，有2/3的人呢是因为讨厌川普，拜登真正的粉丝其实很少。这种结果其实就对川普和拜登的不利和悲哀。即使拜登选上了，民主党几年后的竞选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不知道民主党为什么会选拜登这个候选人？4天之内3家美国公司连续叫停，人脸辨识，前所未见了。这是一个比较惊悚的消息因为 IBM 的 CEO 呢向美国国会议员发出了公开信，他宣布呢不再提供通用人脸识别软件，提议制定负责任的技术政策。紧接着呢，亚马逊呢也声称暂停向警方提供人脸识别技术1年，微软呢也表态停止向警方销售人脸识别软件，直到有关国家法律出台。这3家公司我们知道它是美国科技业的代表，总值呢，他们的总市值价值3万亿美元。IBM 是年过100岁的最老牌的科技企业，微软呢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而 Amazon 呢旗下的这个 AWS 最大的应用服务商，同样服务着数百万计的政府机构企业。3家如此决绝的态度呢，让人工智能的伦理出现了争议再起。我们知道人脸识别是近年的 AI 浪潮中的这个标志性的技术，在特定领域中它远超人眼，被广泛应用于安防金融等领域。但由于数据量不足，数据种类单一，识别的算法容易在深色皮肤、儿童人群中出错，就作为了算法歧视。那么 AI 技术上难以排除小概率的问题，使大型科技公司呢屡遭指责。所以现在全美国是开始要探讨了，执法机构是不是应该如何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那么这个 IBM 呢，他们是坚决反对，并且绝不容忍将任何技术用于大规模监视、种族歧视、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等等。他说 AI 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执法机构确保公民的安全，但是 AI 系统的供应商和用户负有共同的责任，就确保 AI 通过了对偏见的测试。那么目前为止有这个一些公司他们一直以来呢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因为他们对于过去的人脸识别的技术根本不设限。那么这个人脸识别的业务呢，对于他们来说呢不重视。那么暂停服务呢，实际上是一个伦理的决定，而不是因为钱的决定。那毫无疑问呢，我们知道这个 BLM 呢，现在示威呢是触发了这一切的反应。而且这种 BLM 呢，因为他们在确定人脸识别的时候呢，对于深色皮肤的和儿童的计算呢是比较模糊和数据不够，所以人脸识别此前的本身呢已经受到了欧美批评者的密切关注。而且呢，大公司已经感到了压力了，它的名誉危在旦夕，而且呢避免
被告。那么美国的非裔居民，乔治·弗洛伊德，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他用假钞买烟，被警察压迫8分钟，让宣告死亡，触发了警权滥用的抗议。那么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都纷纷表态支持主义平等。那么美国的民主党人呢，他推出了改革警务的重磅法案，包括了建立全国档案来记录警察的不良行为，禁止锁喉，强制使用汽车记录仪和穿戴式摄像头。法案中呢，本身还要求穿戴式的摄像头中呢，不应该安装任何实时人脸识别技术，但并没有完全禁用这种技术。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对执法机构来说，你只要换供应商，那么对公司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业务，影响不到实际应用，而在于舆论。那么现在大量的舆论认为，人脸识别不是一个有道德感的、有用处的，它的失远大于得的一种技术。那么长期呼吁要监管大公司的这公民组织呢，也认为，那么人脸识别技术是一个严重危害公民自由的行为。那么国会和立法机关必须迅速停止在执法中使用人脸识别，企业呢也要立即停止推动人脸识别警用的合法化。特别是说亚洲裔和非裔，它的人群被算法误算的识别的概率呢，比白人高出100倍。任何一个查实就可能引发不当逮捕、长时间的审问，以致致命的案件。当然了，中国的企业在优先的环境中的人脸识别呢，还在野蛮生长，它全靠企业自觉。那么中国的监管理论上很强，但属于事后监督。所以在恶性事件曝光之前呢，用户的数据权利本身就看企业的道德水准。那么争论到哪里能做人脸识别是没意义，因为它已经遍地都是。所以大量的中国的学者和美国的学者建议呢，应该用这数据保护的高要求来激励技术创新，那建立个人信息。那么唯一美国对中国制裁的就是给它停止这个芯片，那么让它进行这种人脸识别的技术呢，没有足够的维护和替换。今天呢，我给这个北京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我顺便告诉他说，那个北京到底怎么样，想问一问。包括我的朋友在那边他们说大概这个阳性数字已经超过2万以上，逼近3万了，大家可以当做3万。目前为止的信息是还差几百个人就3万。那我之前还知道只是1万多，那么这是5天前的数字，短短5天之内呢，北京增加了这么多人。那么现在想想，北京真的是一个危险的地带北京一些地区已经封锁了最新消息。那么如果把北京看作一个省，把各区看作一个市来看的话呢，北京已经是有些市进行封锁了。而且现在看呢，说对大家说一下封锁这一举措对本次疫情呢可能无效，因为本次疫情的无症状太多，这些人呢依旧具有传染性，并且本病毒存在快速突变的特性，那么诊断的难度非常大，表现症状不一，这在隔离这措施上造成了不小的难度。所以说，现在中国能做的事情只能耐心的等下去了。所以在现在全中国的大家不要期望大规模的封锁可以把这个疫情抑制住。所以现在的观点就是只好像英国一样走群体免疫的路子。像中国走这种极端的封锁是不现实的，严重封锁呢不仅会给社会造成巨大伤害，还给了百姓造成了伤害，让整个社会陷入了停滞。那么社会的急刹车引起了极端反应，在武汉就可以看到了。作为一国之都，这样做的急刹车是不能接受的。据说这次疫情在北京爆发引起了所谓的中央的震怒，他下了死命令要求保密。除此之外呢，北京市委也全员动员，整个北京已经陷入了风声鹤唳的局面，大批的医护人员已经进入了战时状态。那么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北京的核酸检测实力呢已经告急，需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核酸检测人员奔赴北京支援首都。即使如此，北京依然没有能够做到及时检测。现在北京的疾控和定点机构呢，采取了混合检测的方法，这方法在武汉也用过，准确率实在是不敢说。这一般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减少工作量，但是日后的分筛很麻烦。所以目前北京的死亡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1000人，这是最新修正的。一些病例没有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死亡，等到后来出了结果再修正，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造成数据更新缓慢的原因。如果阳性病例接近了3万，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北京来说可以看作是北京沦陷了。现在我在这边郑重的向中国的，特别是北京的亲戚朋友们对你们提出祝愿大家呢还是好好保重吧。派 TV， 我们明天见，谢谢收看。